那大家好，我是 FCGRZ。就12月 DC 已经开始啦，然后下周末就是2阶段。那就老样子啊，就惯例我们做一部这个关于 DC 的环境分析影片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我自己做的可能不是那么多，所以影片应该也会稍微简短一点。就我觉得啦，就说实话 ，DC 环境分析的影片我讲讲就行了啦，我们也不用太多的那么多什么数据什么或者什么参考构筑之类的，因为我老实讲啦，你在 DC 前你要找到构筑其实不好找，因为大家都会把自己觉得OK 不错的构筑藏起来，那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也不想露那么多构筑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当然该讲的理解我都会讲啊，我不会说干刻意藏或者什么讲错的，这太蠢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必要。对，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环境的梯表啦。那这次我就做了这张投影片，我没有再多做。对，那基本上我们就看着这样讲，对我讲你们听应该就行了，也不用太多的图文辅助，好不好？不是小朋友讲故事，所以应该没什么关系啦，我自己觉得。那环境的话，跟上一个卡包出来之前，其实有一些变化，就也不是说新包的东西起到了多大的影响，而是因为新包加入环境的关系，有些手坑变得更值得投入，然后环境上就会产生一些变动。对，那大家也知道嘛，新包是那个七巧人偶，基本上就七巧人偶啦。因为白森说实话不太算在竞技环境里面，当然那卡组能玩，就你喜欢玩就去玩，对你不要管我。我讲真的，就这部影片只是做给想要冲银头，甚至我觉得想冲金头的人应该不用我来讲了，就自己都会有一套游戏理解。对，那想要冲银头的以上的人啊，就主要是做给他们看的，就有一个参考这样子。就因为有时候准备 DC 大家很慌嘛，就是想要多找一些资料来看，所以我就简单讲一下我的理解这样子。对，那白森的话就比较不是在那么竞技的卡组里面啊，我自己也没有玩过。我讲实话，是我自己也没玩过，但我问10个，有9个跟我说不行，我就说好，那算了。对，就这样。所以我自己觉得它应该就是偏娱乐卡组，懂吗？好，那大家就这样。那这部影片完全就针对竞技来讲，所以你如果喜欢的卡组不在上面，有可能是我漏了，因为这环境能玩的卡组实在是太多了，也有可能它就是没那么强，请你认清现实，好吧？然后也不要对我生气，对，因为你对我生气实在没什么道理，对，好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，你有10块就是10块，你不会因为你对我生气，你的10块就变20块，变100块，懂吧？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废话，好，我们马上来讲，就是随着新卡包的登入的话，人偶加入环境。那人偶加入环境的话，有些卡片会变得更值得投入，像是巫夫啊、乌鸦之类的，所以环境上的梯表也会有一些变化。但大体来说，跟上个环境其实差不多。那最近的话，天贝龙不用讲，就环境的 top。虽然它在 BO1 来说体系优势好像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我觉得啦，就是大部分局除了内战以外都能选到后手，这点还是蛮优势的。就是你可以跳过 MD 一个很烦的人的步骤，就是丢硬币。对，那我觉得这天杯先天体系上的优势，然后所以我会愿意给他在这个环境最顶端。那他本家的就是排效高，然后就卡组的自由格多，你可以针对环境去做到各种应对。对，你只要愿意调整你的构筑，你在任何环境上都能打。所以我觉得天杯应该当之无愧就是 S。然后还有一个是速生，就速生的话是最近日本上位很喜欢的一套牌组，就强的人很喜欢的一套牌组啊，就很多金头玩家都有在玩。就速生我觉得是这里面最容易把终端做出来的牌，而且终端的压制力还可以，就是打天杯可以接受。对，因为现在的速生大部分都组很先攻，就是有带神轩的，有带的更多会带到千塔跟限制网的。对，那优点就是打天杯能打，而且应该是有小优势的。我自己觉得天杯正常构筑下面对速生没有特别好打，因为他都有神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他们都有神轩啊，就是他们先攻牌很多，而且你手坑可能难不停，就你怎么丢他，可能场面都还是有一个
大哥小红帽、红阵绿阵，然后你如果自己丢了2个手坑之类，那就很难过了。3个手坑就基本上跟输了没两样。对，就如果你丢了3个手坑，他还是摆出这个阵型，就跟输了没两样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然后A 级的话，我给的是百音城、灵兽跟就龙剑。那龙剑的话就0百 GS， 就什么都放啊。灵兽跟百音也是打天杯好打这样子，所以基本上 S 级、A 级的卡组都是要么就是耐坑性好，然后不然就是不吃手坑，然后对狙有一定的说法。灵兽比较特别啊，灵兽算是他不吃常规手坑，就是什么校分，然后兔子、乌鸦、乌夫这种环境里面特别多的手坑他都不吃。对，然后他吃的坑比较特别，所以我觉得灵兽还是可以排到这边。对，灵兽有点抓环境，但灵兽本身难度也蛮高的，就很偏绝活哥的卡组啦。对。然后再来是 B 级的卡组，其实我觉得 B 级的卡组很多，就这环境能玩的牌太多了，因为天杯的关系，天杯会选后手，所以很多你先手只要强的卡组其实都能玩。就是这环境的标杆就是能打天杯，先手要够强，这样子，就很多牌组都能玩。对，那能上 A 级跟 S 级的都是更优秀、更能打天杯的，就是耐坑性更优秀、更能打天杯的，或者在就能吃到环境红利的。那 B 级卡组不代表它烂，它只是就是吃不到环境红利而已。斩击感觉相对算是比较好打天杯的，就是电子界本身不太吃无效，然后采流体蛮康天杯的，大概就这样吧。可是就斩击吃狙还是很痛，然后这个环境乌鸦跟乌夫又很多，斩击也很怕这些，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太可能上到 A 啦。但就能玩也不差劲，就这样。然后后面的人偶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排这边只是给他一个尊重而已。就我觉得他其实搞不好不如后面这些卡组，尤其他可能不如光道。就人偶感觉还是太脆弱了，但鉴于我只玩了2天，所以我不想给他太低的评价，好吧？然后奇美拉我自己玩起来，说实话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比想象中好。就有白魔女之后，真的有底气很多，在 MD 里面啊。就在波万环境下，白魔女的表现平均表现其实比结界像好一点，我自己这样觉得，就也更不好解啊。尤其是白魔女不怕，就你只要先把白魔女摆在场上的话，就不怕炮影，也不怕一滴这种的，就不差。对，我自己这样觉得。然后剩下就老朋友啦，就阎王，然后尤贝尔、烙印这些我就觉得还可以。然后光道 FTK 就老样子上个环境的，就白雪砍了也无所谓吧，说实话，但玩的人看起来是少了一点，对，就大概这样。好，整体环境的话，如果你是要爬 DC 杯的迎头以上的话，你是绝活哥就不要屌我，对，绝活哥要爬到迎头以上，我觉得也不是太难的事情，就任何在这个图上的卡组，甚至不在图上的卡组都有机会。然后一般的玩家的话，我会更推荐去选择天杯或速生其中一套。然后 A 级的白鹰城、灵兽跟龙剑，白鹰城也算蛮推荐的。然后灵兽跟龙剑就比较偏向你要会玩的，对。那前面这5套是我比较推荐的，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冲 DC 的2阶的话，可以选择一套作为你的主力卡组，然后再选择另外一套就当做环境的，就是你不适合你主力卡组的时候玩这样子。环境手坑减评哦。我的理解的话就是乌夫跟乌鸦这张刺激坑比想象中强吧，然后乌夫也不算差劲，兔子也意外的好用，校分比想象中差。大概这种感觉。那灰巨炮就不说了，陨石的话，速生少就强，速生多就不太强。但我是觉得不算特别差一张手坑，我会选择投入陨石而不是校分吧。如果有卡位的话，会考虑这样。大概就这样吧。锁鸟适合手坑带不多的牌组，像是奇美拉，就手坑带的比较少的牌组可以啦。那天杯就很抽象，天杯的锁鸟很抽象，就锁鸟这张卡片联防效果很差，
它比较像是你手坑少再带的。好，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。希望这部影片有帮到想要准备 DC 杯的你啦。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，就看个这个影片图个一乐这样。好，那我是 FCGRZ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！记得点赞，对，好不好？拜拜。